Hello，大家好，这期我们来看万豪瑟提这个英雄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还有他的上路对线情况。这一局对线的话是个波比。像这些什么博比啊，然后卡密尔这些稍微手长一点打这个万豪还是挺轻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手比较长，摸就不给你摸，上来就用平 A 敲一下小兵，或者说用 Q AOE 范围摸一下你，你看摸不到。这边你用 E 技能去起手，其实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对，我就只能卡兵线。你看到没有？这波比打的也是怂得很，但正常，这就是波比。E 技能顶回来是吧？周围位移往回拉，但这里 W 轰出来点燃，对方立刻吃果子，下一波。2拳换掉对方人头的话，对方亏了这波兵线，整体是赚的。这一波决策就非常正确反正也是不好杀对方，反倒不如直接趁对方血量低的时候，先给对面先用利用这种兵线进塔，让对方吃不了塔的这种方式。换掉对方人头，而且这边的话又是回推线，你知道吧？像打波比你前期不打狠一点等波比后面装备成型以后，你想杀他，他会把你恶心坏，你知道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坦克世界吧？就是那个 WOT 坦克世界就比如说，我靠，有时候情况就是，它是炮弹飞出去以后有时候会爆高伤，有时候会低伤，对吧？就那个血量，比如说我一炮是300血，对吧？然后这里直接打进来一个 W 轰掉，对面打野来了，应该。2个人在跳舞是吧？这边的话是铁男打野，这没办法呀，人家我靠，这个位这 Q 技能捏的好死，2个人一直跳。其实这个位贴在脸上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可以放 Q 了，那他就是站在旁边，很搞笑。直接不出拳，2个人在那里摆来摆去。就是说回前面就是我一炮，比如说坦克嘛，一炮轰出去是300嘛，就是均伤嘛，有时候会高一点，有时候会低一点然后对方，比如说就是300多一点，300几嘛，307，然后我轰了个300血，就是有7点。血量，然后他整局下来他就不漏，是吧？他就恶心你，是吧？时不时你要去干点其他事的时候，他就露出来，点亮你或者偷偷的给你来一炮，他知道他那个血量也干不了什么事情了，那就全程盯着你。我靠，那种就是很恶心的。就像这波比，你前期你如果不去压制对方，等他装备成型以后，是吧 ？W 一开，坚定。是吧？然后猛是个小矮子，就给你E 技能顶什么的，大招一敲飞走让你打不了团了，就会很难受。所以你前期打波比也打凶一点，如果你玩一些强势的英雄。但如果说你是玩个蒙多，那没办法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反正蒙多打波比的话也是5-5开问题不大的，只要拖到后期，一样很猛。哎呦，对方想干嘛？哇！把炮车也敲走，非常好但是这波这样又是推过去的线有这个炮车的话，
破剑者做出来了。破剑者做出来的话，开始推塔模式，开始一命通关模式是吧？哇！上路传来噩耗，小火龙配机器人。说实话，这辅助为什么能选机器人来搭这个小火龙？想不明白。就算你勾到了，就是我跟你说，小火龙这个英雄就是这样子，你这个辅助干了，就前期干的再好，只要对面不是个呆逼，你小火龙想要杀掉对方都很难。所以你辅助就是属于那种干着急。但如果对方是吧，联合打野是吧，还有中单去越你这个小火龙的时候，你身为一个机器人，你也是干着急。哎呦我靠，救不了这个辅助啊，保不住啊，你懂了吧？这个铁能有大不找关，兜半天，一技能拉一手，哦哟，这边是一技能接拉。对方是 Q 技能嘛，因为要挡掉对方的 Q 技能，对方的 Q 的话是可以免一些控制的。这里的话 W 没丢出来，他这里的话应该是想双拉 E， 但他的闪现其实已经没了，他怎么可能 W 命中2个人啊？脑子逗秀了，属于是就是太想操作，有时候就不看自己技能了。不过有推棒啊，推棒也是后面才买啊，刚刚回家才买的。哼，脑子瓦特了，知道吧？他现在才反应过来自己好像没有闪现。刚刚如果第一时间把 W 放出来，开服说不定能换一个波比，甚至拖久一点，大招 CD 也好了，还能反杀龙王。好吧，我想太多了，不要想太多，那些已经过去了，现在就看着他怎么利用破剑者去边路给对方压力就好了。哦，勾到了。哦，我还沉浸在他那里补塔刀的过程中，没想到机器人变聪明了，是吧？发现机器人说：“哎，跟着这个射手一点用没有，不如跟着队友来打团。”小火龙有时候到了中期确实得放养，你再怎么跟着那个小火龙，其实做不了太多的事情，还是得跟着队友去扩大队友优势，让小火龙自己发育就好了。让他慢慢叠 Q， 如果小火龙会赶过来打团，那他的 Q 技能 Q 的被动会叠得更快。但如果不会，那没办法了，你这局受着吧，坐牢。来了，这里的话啊，我不叫魏，我叫楚雨荨。哎，这个就是当时《流星花园》嘛，《流星花园》不是有个台词嘛，我不叫魏，我叫楚雨荨嘛。现在就是有一些魏的英雄啊，都是大家会叫他楚雨荨，这个梗啊很搞笑。女权，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女权玩家啊，反正我感觉女权太变态了。就是他们正在蚕食正常女性的一些该有的，就是被别人对待的一些利益，或不要利益吧，反正就是让很多男性对一些女性啊，就会导致对正常女性也这样去判断，这样不是很好。哎，
不要讲那么多，免得到时候说不定哪个女权他妈听到我视频开始冲我了，妈我就死了。你们不要传出去啊！你们要传出去，我靠，我死给你们看！我靠！我现在很怕网络，我很玻璃心啊，我很怕网上那种麻烦事情。我现在就是做我的小众频道，然后做撸啊撸手游视频啊，给大家，然后我赚点零花钱，然后我就然后享受的过日子就好了。你们不要说那么多，你们上来就骂我的那种，我也会懒得搭理你们。但如果说你上来说指出我的问题，我会虚心接受，甚至去学习。对，这确实是我的问题，可能在后面的视频是吧，我就会着重会去讲一下这件事情。说不定你哪天听到了啊，你就在想，三人行啊，必有我师焉，是吧？抽象，但又没那么抽象。我感觉我属于是那种传统与新时代结合的那种，但骨子里面还是有一股的传统。但其实，哎呦，这边团战打起来了，没事做。他这种就是纯在逛街了，没有那么多的战斗欲望啊，就就是他这种是对的。如果你们普通玩家，就是大家是普通玩家去玩的话啊，没有说他们都战斗的，就是该干嘛干嘛，要该刷资源刷资源，这边的话该支援就去支援就好了。因为你单排你没有那么多跟队友沟通的事情，你这边的话就直接大招起手抱过来，E技能拉一下 W， 不打算轰，直接用平 A 解决问题，然后后续刷野啊结束。队友那边反正也有一定的优势啊，这边看吧，看到没有，就是这种波比，你说你不处理他你怎么办呢？对吧？他就是能，而且血量又很厚，是吧？由于 TP 不可能的，他还想跑，很聪明，但时间已经不太允许了。看到没有？这就是到了这个时间点的波比啊，他是那种又肉又臭，还能恶心你两下，就跟我前面说的那个坦克世界的游戏一样，他就是个位数的血量，你专门去找他跟他换血吧，他可以给你开一炮，开完以后他那个7滴血，你觉得拿他那个人头又感觉不怎么值，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不来了，猛猛上，这个时候这样子上，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但是 W 轰死2个啊，这就是万豪。我跟你说，所有玩万豪的玩家都希望自己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吧？2个内心已经满足了。甚至内心里面已经窃喜，我真屌，我真牛逼，能轰死三个以上或者到4个，我靠，我就是天神下凡的赛在世，知道吧？如果能轰死5个，一个 W 5杀，好了，我跟你说，这个男的到了70岁的时候，突然某一天。突然想到自己有这么一个操作，嘴角就往上勾，在那里喝着茶，然后你旁边的孙子就问你爷爷你在笑什么？然后你摇了摇头说小伙子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想想就挺搞笑的，这些网络热梗啊。不过说实话，你们好像都挺喜欢，就是台湾啦，或者说一些喜欢了解中国文化的，都会喜欢刷这个，那个中国这边的那个，哎呦，这边
直接大招爆进去，轰一拳，已经放开手脚打了，胜负就输赢已经无所谓了，是吧？这个位在中路猛猛带就无所谓了，是吧？我这局不管，反正有铁男兜底，反正有小火龙，而且整体优势也不差，就上去轰就完事儿了。这时候万豪确实也做不了太多事情，开完团轰完是吧？能轰死1到2个，这把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这波团战的任务。哇，机器人过来，哎呦，好能拖！铁男，哎，直接拉进去，就是铁男。但是对面龙王发育起来了呀，这龙王玩的有点菜，不用，不管那么多。就我发现你们都挺喜欢玩那个这边的抖音，就国际版的 TikTok。你们好像还，主要有个点啊，就是就是无论是南美、北美还是欧洲那边，那年轻人网红拍出来的，可能有管就是比如说野兽先生这种类，就比如说野兽先生，或者说街头采访的这些，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有好多拍出来感觉好抽象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推荐的那种就是好看的国外的博主短视频的那种，我说长视频的也可以啊，长视频算了，我自己也会看播客。我靠，我现在每天看2个小时的那个播客，我感觉我学习我读书的时候都没那么认真。我现在每天2个小时，而且他每天都更。我天，这里一个 W2000血啊，一拳爆炸来啦，还有 W。准备留一手 E 技能，把这个血量打下来以后 ，E 技能等他技能交完 ，W 轰出来。哎呀，但没有轰中，有点可惜。好，那聊天也聊完了，游戏也结束了啊，欢迎大家的收看了。最后还有一局，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今天就到这里了。